个星球，相隔一大片宇宙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在各自轨道漫游。时间随沙漏流走，到哪里才算尽头？到最后放开手，才能把彼此挽救。不后悔曾经100%的奢求，却怀念当初没有你的时候。明明我们可以爱很久，可没聊到最后，却又还成了一道伤口。明明可以爱很久，说好的不放手，却又对结局有所保留。看来我真的是看错了，这么多年，你已经变了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心里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是不是来晚了？你好。所以，他就是你心里的那个人？对，对，她就是我女朋友。我做完了。你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？是不是那个女孩是你女朋友？你们两个吵架了？为什么又忘了？小数点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哦，改好了。刚刚看你在人家面前挺嚣张的，现在又在这里暗自伤神，是不是余情未了，又不好意思说？我说你这个人，你现在就是电视剧里口是心非的男主角，心里明明喜欢人家，嘴上却说我不爱你。自己改。哎，花花他说今天晚上来家里吃饭，我自己做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你做？嗯。那我不吃。我哪惹你了？哎呀，这个罐子放我房间放多少年了？是准备？妈妈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不扔掉呀？哎，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，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哎，这个罐子上面都已经结了这么厚的灰，它里面还是空的，放这里干什么？装饰品，好看啊？哎呀，我就搞不懂了。哎，这个盒子你说说，它比我年纪还要大，放在家里都可以是我半个长辈了，有什么用放这里？为什么不扔掉啊？特别是这个，
这些博洛尼的盒子，这软装都已经用上了，这盒子放这里又这么浪费地方，好看吗？妈妈，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好不好？丑死了，放在家里。哎呦，这些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你看那博洛尼的纸箱，质量蛮好的呀。我们以后给亲戚朋友寄个什么东西，可以用来打包啊。再说了，这纸盒子都可以用来卖钱的，为什么要扔掉？那可以卖钱就赶紧卖掉呀，他卖了钱才是他真正的用处。哎呀，你反正也不在家里住，你就不要管我们怎么过日子了啊。这盒子有什么用吗？好，这些盒子可是爸爸的啊，这些盒子啊都是铁的，可结实了。爸爸用它来做储物盒，别扔了，给我留着。爸爸妈妈，房子装修的这么好看，硬件跟上了，软件也得跟上呀。你知不知道这个美学搭配是一个人生活的方式？花花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房子装修之前，你妈洗个澡啊，爸爸得站在门口给你妈站岗。装修之后呢，有了卫生间了，随时都可以洗澡，方便得很。好，那你们考虑考虑，今天差不多我就先走了。你怎么又走啊？哎，你怎么总是工作这么忙呀？一个星期就见一面，你就没说留下来陪我们吃个饭呀？妈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年底的时候工作是最忙的，我忙完这一阵就回来好好陪你们啊。你老是这样。好了，孩子啊，工作为重，咱们当爹妈的别拖孩子后腿。好吧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还是爸爸懂我。你有事去吧。注意身体啊。好，注意点啊。这是我给你抄的呀，营养食谱，你以后就按照这个吃。我妈真好，妈妈你太厉害了。那今天我先走了啊。爸妈再见。再见。哎呦，过2天再回来看你们啊。好嘞，拜拜，慢点啊。放回去了。怎么样？刚刚请你吃那顿，是挺好吃的，现在已经很难吃到我自己喜欢的餐厅了。谢谢啊。跟我谈什么谢呀？刚吃饭那会儿就看你支支吾吾的，有什么事儿直说。我爸让我问问看，城里那块地能不能帮我们盘下来。薇薇啊，咱俩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不了解我吗？别跟我谈这些庸俗的事儿，我不喜欢。你以为我想管啊？你就当我是个传话筒，快点给我个准信儿，让我回去交差。我告诉你，真不行，我们家老爷子的事儿我管不了，我们父子俩各玩各的。游戏、电影，还有所有跟玩儿有关的事儿，那都是我的。房地产这种资源密集型的行业真不适合我，我也不喜欢。什么东西都不要只看钱，重在人。如果有钱的代价是让你无法有选择自由的权利，让你没办法，毫无功利心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那你成什么了呀？什么？你是金钱的奴隶。咱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金钱的主人，知道吗？好，金钱的主人，敬你一杯。走一个，主人们。哎，文静，我们这网店已经开了2个礼拜了，一共才2个人买了我们的酒，这店还要怎么开？花花，这个天巡者他还蛮有意思的啊，咱们店里的每一款酒他都各买了1瓶，哎，还有这个孤独海怪，选的是我们店里买4赠1的活动，是智利酒，看来我们以后得多搞一点活动啊，而且多进一点智利酒。哎，你是不是傻？你不觉得这2个人就是教授和插销吗？啊？你怎么肯定是他们2个？你想想，每种酒各买1瓶，什么样的人会这么干？教授这么无聊的人会这么干呀？买4赠1这样的活动谁会搞？像插销这样爱贪小便宜的人就会做这种事。哦，
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文静，你不觉得吗？虽然教授平时总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，但其实偷偷的还是挺关心我们的。人家插销平时也挺关心你的，怎么在你这儿听不到半点感激呢？插销嘛，铁哥们儿，铁的不能再铁了，不用说谢谢。哦，反正铁的不用感激，生的呢就得感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情商有问题。哎，说到情商啊，我觉得我们这里教授的情商最高，就是人比较傲气。还有啊，我前天看见他前女友了。前女友？教授有前女友，他对女的感兴趣啊？长什么样？气质嘛，比较像微微，人很漂亮，又很知性。不过说起话来，不是很招人喜欢。但是走在路上，回头率那一定100%。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分手啊？不知道。不过人家这次好像是回来求复合的。那他们俩和好了没？应该没有吧，要不然教授那天也不会那么不开心，还拉着我扮演他女朋友。那就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帮助教授铲除那个女生。人家感情的事儿我们插什么手？毕竟我们都是朋友嘛。我们都说了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好接触，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么好的男人让给这样的女人？哎呀，我得走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今天晚上我会晚点回来，你别等我吃晚饭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网店指不上了，现在提成也没多少。我以前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单位，夜总会，我去推销红酒。你是不是想累死你自己？白天复习，晚上还要卖酒，你干什么呀？不要命了？我弟又病了，刚把钱寄回老家，我再不赚钱就喝西北风了。我认识你1年多了，你往家里邮过多少次钱了？你是输血机啊？天天往家里输血。行了行了，回来再聊。走了。不行，刘文静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。哎，干！来干！您好，您喝红酒吗？不用，来。不用了。谢谢。美女，看红酒吗？这款红酒特别好喝。不用啊，不用。谢谢啊。你好。Hello, can I offer your drink? Mojito 有吧No mojito. It's only red one. It's good red one. It's not my taste. 不要。Thank you. 你不是说工作上有困难吗？是吧？天明，首先特别感谢你今天能陪我出来吃饭。就算我们现在只是普通的朋友，难道老朋友见面不应该先叙叙旧吗？工作的事情，等一下我会跟你说的。天明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国外经常去的那家餐厅吗？和这里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相似？所以我选了这个地方。是吗？不记得了。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其实不瞒你说，我这次回国不想再离开了，因为现在来看，无论是就业还是未来的前景发展，都是国内会比较好，尤其是在上海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在上海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在就业和工作方面还是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的。我觉得这张可以，好的，这张吧。这是明天要登报的照片，要处理。这不刘文静吗？这照片不能用啊！这张效果最好了，而且这姑娘挺漂亮的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不能用。这个女孩是我朋友，人家怎么可能是走红对象呢？来，
上了。就这张吧，这男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行吧？好，来，然后你再看看这边。喂，喂，花花，刘文静进公安局了。什么？刘文静进局子了？他说他要去夜总会卖酒，我都跟他说了别去，他还去，现在怎么办呀？不是他这么晚去那种地方卖红酒干嘛呀？我都看到照片了，刘文静不……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刘文静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？现在怎么办？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啊？好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在工作。这样吧，我待会儿在群里面发条消息，看谁离得最近，先把他保出来吧。好，你赶紧发，先挂了啊。哎呀，就这些啊？这些电话里面也可以说。天明，你真的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天明，其实我……天明，结账。谁是刘文静？我是刘文静。出来一下。政府，那个我是昨天我昨天坐下。他的情况我们调查清楚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可以走了。以后这种地方少去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回家，准备回家啊！喝点水吧。那都到家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能不能在这儿多陪我一会儿？我还有点害怕。别哭了，好了，都已经到家了。快把门关上！至于吗你没看门上那个字儿啊？我都快吓死了！你赶紧帮我把它擦了。哎呦，还真把自己当明星呢你！现在网民记忆力跟热带鱼似的，谁还记你那点破事儿？而且我不还在吗？柴潇，我是让你回来帮我收拾，不是让你回来拿我开涮的。你赶紧帮我收拾收拾吧。我才不动你的东西！哎呦，你这沙发也太乱了吧，大姐！你说你们这些都市小白领，看似光鲜亮丽，其实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，还不如人刘文静呢，又贤惠又会照顾人。你不帮忙能不说风凉话吗？哎，你说哪个缺德人，让我连家都回不了？对呀，谁这么缺德会暴露你家地址呢？
对呀，他怎么知道你家地址呢？会不会跟你微博有关系？我记得你微博好像发过你小区的定位，还有照片什么的。是不是你关注的人啊，或者说关注你的人啊？但知道我微博的人，就你们几个关系好的，其他人我连说都没说过。你再想想，最近见过了谁，或者得罪谁了？你提醒我了。林文静啊，当初我把你招进公司是看中了你的销售能力，怎么，这才第2个月，你的销售业绩就这样？对不起，领导，您消消气。我这段时间太忙了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时间。忙什么啊？肯定不是忙工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事情都会辜负你，唯独工作它不会辜负你。你要努力一点，争气一点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哎妈，文静啊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听说你找了一个别的工作。您放心吧，我是换了一个工作，挺好的。你呢？借钱？管我们家借，借多少？8000，这么多啊？哦，好好好，你别着急，我想办法。那我尽快。哎妈，你身体还好吗？那我爸呢？好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对了妈，过年我不回家了，车票太难买了，太贵了。哦好，哎妈，那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边还有事儿啊。你还保留着这副全套啊？这是我第一次送你的礼物吧？对啊。有事儿？没事儿，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？看看你到底有多么的炙手可热，又是女学生，又是陪酒女。我不知道我们分开这么多年，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怎么变成大情圣了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难道不是一直都这么受欢迎的吗？你知道我现在看见你这么自信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找你借了几次笔记，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喜欢你，直截了当的问我，我当时真的吓坏了。不过我看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还强撑着拽拽的样子，那一刻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天明，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单纯啊！我想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？我找李哲。不好意思，李哲已经离职了。离职？他不是合伙人吗？现在不是了。于总，跟我来。坐吧。怎么，还没死心啊？你已经是第5个找上门的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不是真爱吗？
你也来要分手费啊？你那个伶牙俐齿的男朋友知道吗？你上次说的找工作的事儿，我会去帮你联络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选择回去美国了。谢谢你。什么时候走？再陪父母几天吧。我想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你可以答应我。你先说。以前在美国的时候，你经常提起小时候去的那个公园——松塔公园。那时候你答应我说，如果我们一起回国，你一定会带我去。可能你已经忘记了，但是我还记得。所以我想，明天我们一起去松塔公园，好吗？就当是为了我们过去的情感，给一切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好吗？我怀疑他在网上曝光我家地址，害得我们家被泼油漆，我要告他。第二个说要告他的人，但是我和李哲没有联系了。你骗谁呢？他是你老公，你跟他没是联系。前夫，这还得感谢你啊！要不是他把我的东西拿去送给你，我也不会跟他离婚。看来他对你的确是真爱，但是这个真爱的保鲜期太短了而已。这些年，因为他沾花惹草找上门的女人不少，大家都认为我是不讲道理的黄脸婆，都做好了大吵大闹的准备。我觉得咱们可以跳过那些俗套。如果说你还要找他，我可以告诉你他在法国，但是他现在可能不在了，因为他就像个漂流瓶，根本不知道下一站漂到哪。谁有闲工夫去法国找他呀？哎，我倒是觉得，你就不应该把你的漂流瓶放开，去祸害别的小姑娘。我和李哲结婚的时候，做了婚前契约，要彼此信任，给对方空间。所以呢，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查看对方手机，也不干涉对方自由。不查看对方手机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契约的前提是信任，不可信任的状况一再发生的话，就撕毁了契约。说的那么轻松，你们俩根本就没有感情。错啦，小姑娘，是我的沉没成本比较高。6年的婚姻，我经历了无数次的背叛，我的爱情和信任都体无完肤，我的婚姻理念似乎成了一次可笑的心理体验。但这个代价我付得起，我不会因为一次触礁就沉船。但你们这种小舢板，恐怕就经不起这种惊涛骇浪。你不觉得就是因为你放任李哲，才让他出来祸害这么多姑娘吗？我就是莫名其妙被当了小三，到现在他还在害我，曝光我们家地址，害得我现在被网络暴力。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诚实，不是被看守出来的。我比你更遗憾，因为信任有时候比爱情更宝贵。当我有这个资本，我可以分分钟踹掉出轨的男人。有一点，暴露你的地址，不像是李哲的做法。李哲虽然说管不住自己的荷尔蒙，但他不会做出性价比这么低的事情。2个月前他就去法国了，和一个新姑娘。你觉得他有时间跟你在这瞎扯吗？你倒是宽宏大量。因为我爱自己，永远比爱男人多那么一点点。那你说定了，自己买给我，别忘了啊！好好好，小心我生气。那我们先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暂时原谅你。宝贝儿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天不漂亮？你天天都漂亮。晚上咱们吃火锅去吧。啊，行啊。我们相
比起我的痛彻心扉，他却始终云淡风轻。我以前只觉得于小佩可悲，而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开始羡慕他。到哪里才算尽头？到最后放开手，才能把彼此挽救。不后悔曾经100%的奢求，却怀念当初没有你的时候。明明我们可以爱很久，可没聊到最后，却又爱成了一道伤口。明明可以爱很久，说好花花，你是不是写好了？我给你煮的面，出来吃一口吧。有所保留。时间随沙漏流走，到哪里？你说你想今晚搬家，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还有，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你也不撑伞，这样很容易感冒的。我没事儿。快吃吧。你先吃，我去帮你收拾一下行李。好，谢谢文姐。爱成了一道伤口，明明可以爱很久，说好的不分手，却又对结局有所保留。那时候拼了命放弃自由，牵着手多难都不罢休。那时候为了爱付出所有无尽温柔，爱来时说好了互相成就，爱走后却不能彼此迁就，有些画面只能回忆无法回头。我一会儿有事要出去一下，这卡你拿着，做完题去食堂吃。哦，好好做，回来帮你检查。嗯。泡泡，你看，我们也去买吧，好不好？多大了还玩这个？走嘛，陪我去了，走吧。天明，哇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天明，你在想什么？不可以胡思乱想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他们俩肯定去约会了。小明和
和小娜同一地点，沿同一路线出发去公园。小娜追小明。不行，数学题是个坑啊。我的英语书。背单词。Kitty Kitty key kiss。天明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今天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可以再陪我，我今天特别开心，所以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其实回来的路上，我一路都在反思。你说别人都说我聪明，但是我却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。其实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幸福，但是是我自己把这一切搞丢了，所以我自己犯的傻，我一定会承担后果。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。你就让我说吧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显得特别矫情，但是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，我一定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一记耳光，把自己当场打醒，告诉他你到底想要什么，什么才是最珍贵的，最值得你珍惜的。娜娜，这是学校。好了，你上去上课吧，你的学生都在等你了。大家先停一下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几位呢是我们新来的实习生啊，大家欢迎他们加入我们新闻部这个大家庭。这几位呢都是我们新闻部的同事啊，后面呢是我们这个部门获得的一些奖项。张晓，那个姑娘长得这里也有很多关于新闻的学校的，一会儿你别跟我讲啊。说什么呢你？能不能专业点 ？KTV 啊！我现在来分配一下实习生啊，小赵，你带着小高啊。好，张老师好。小李，你跟韩淑玲。韩老师好。好。小莫。哎，段主任，我想跟乔海峰老师实习，可以吗？哦，我之前看过乔海峰老师报道的那个应秀一孕妇徒步3天寻找丈夫的故事，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，而且那个是我老家。乔海峰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小莫，你就跟乔海峰实习。那好，就这样定了啊。大家各自去忙工作吧。段主任再见。好好工作。韩老师早上好。走，写新闻去。乔师兄好。啊，穆洛梅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叫我师兄。你几级的？06级的。06级。啊。老林啊。对呀，我们一个老师。林秃头啊。我们都叫他林秃头。是，但是我觉得老师人挺好的，他还表扬你呢，经常。哎呦，得了吧他，那还真的是亲师妹。那可不是，师兄，你可得带着师妹。
对，我之前经常看您的那些大稿，我觉得我特别崇拜您，我觉得您特别有才华，不只是那个灾区的报道，还有那篇宅文化，简直了。好了，我这人不经夸，我发自内心的。既然以后呢要一起工作，就别老您呀您的，我这人不太习惯。行，我马上改口。那晚上我正好有个报道，要不你跟我去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，甭客气，走。你们怎么知道是我？天行者嘛，行天明，哪有人像你这么无聊的？每种酒买1瓶的，还有插销，叫什么孤独海怪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买4送1，都买了，也不买贵一点的，让我多赚一点。哎，我说教授，你一个大男人家里怎么可以总是井井有条的？怎么收拾的呀？这跟男人和女人有关系吗？我家收拾的井井有条，你家杂乱无章，都是存在即合理。行，你是顾客，你是上帝，上帝说我杂乱无章，哎，我就杂乱无章。我看见梦里清澈的眼神，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，我忘不掉你停驻的黄昏，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。你说爱情就像满载故事盛开的花，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呀，你就在等你等我好吗？我仍放肆前往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，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呀，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？有些话你呀就懂下，你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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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话你呀就懂下，你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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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爱情就像满载故事盛开的花，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呀，你就再等一等我好吗？我仍放肆前往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，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呀，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？